What's up？ 今天又是一个阿滴坐着跟大家聊聊天的时间。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拖延症。拖延症相信是一个大家很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人生当中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嘛，但是呢，总是会有一个扯我们后腿的力量，就是拖延症。那这个我其实记得在之前回顾2019年那支影片，就有稍微跟大家聊过了。就我觉得说，拖延症它就是一个动力跟惰性之间的拉扯所造成的产物。那也有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诀窍，怎么样克服这件事情。不过在那支影片之后，还是有很多的观众会留言跟我说，哇，想要看我多聊聊这一块，可能是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困扰吧。所以我想说，最近反正在家里比较没有事情，比较没有东西可以拍，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块。那首先呢，我要先承认我自己也有拖延症，但是我在思考，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克服我的拖延症，或者是怎么样消除我的拖延症。因为拖延症我觉得它是人之常，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就它比较难去违反它的发生。所以我的思考逻辑不会是怎么样消除拖延症，而是反过来我要怎么样用自律能力去达成我想要达成的目标。好，自律能力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自律能力呢。我们来讲一下英文，英文是 self-discipline， 所以是你自己设给自己的规范规定。这些东西呢，它算是一个 guideline， 它可以帮助你去一步一步的达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。所以说自律能力它不是看着你当下的感觉走，而是看着比较长远的规划跟计划一步一步的迈进。所以说它也不是一个要有动力然后去做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在你没有动力的状况底下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进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这个特质。这一切我把它定义为自律能力。就我的观察，我认为成功的人是绝对都有一定程度的自律能力。就你看他们在工作上面、生活上面会遇到多么多的困难挑战，但是他们要硬逼自己去走上这些道路，而且呢，因为他们克服了这一切，所以他们才可以得到他们有的成就。这些一定是需要自律能力才能够办到的。这个宇宙的法则就是没有人想要动。看躺在地上的一块石头，如果没有人去踢它、去动它，或是有什么风吹动它的话，它就永远就是只会待在那边。它必须要有东西让它启动。所以说，自律能力就是可以让你动起来的那股力量。好，讲到这边，我们都知道自律能力非常重要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稍微统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，去列出了3个步骤养成自律能力。我在讲事情的时候都很喜欢用步骤的逻辑去做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清楚。所以说呢，接下来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从小的事情开始，或者是从一件事情开始。我们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。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改变你的行为模式的话，最好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，以及就是专心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好了。所以像比如说我想要戒烟，那你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呢，你接下来就预定个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我就是要专注在这一个习惯的养成上面，我就是要专注把我的自律能力全部都 channel 到这一件事情上面。这样子，当你在尝试这个习惯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这件事情，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可行，比较 practical。如果说你一次目标想得太大或者太繁杂、太多个项目的话，非常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到，什么习惯都没有养成。那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，我就是在11月的时候跟自己讲说，好，我要成立这个频道，我要每一天都上传影片。所以我开始研究了之后，觉得它可行，我就执行了，我就每一天专注的去思考这个频道的事情，直到我养成了这个习惯。第2个步骤，接下来呢，就是你要去设定提醒的机制，跟去设定一些弱点的强化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忘记，或者一定因为还没有习惯嘛，你就会觉得有一天没有做到是不是还好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提醒机制，你就可以避免这件事发生。像比如说贴一些这个 sticky notes 在你看得到的地方，比如说你这个浴室的玻璃上面，那这些提醒是带给你正面的效果嘛。那另外你也要去预防说，你如果发生一些弱点，会让你脱离这个习惯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去维护？像我们刚刚举例子是要戒烟，如果有人在跟你说要不要抽烟的话，你要先去预想到，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拒绝他，去先设想好当你遇到弱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应，可以帮助你
不脱离这个习惯。所以就我个人的例子来说，我们一样讲到这个日更的频道，我的手机上面有设了一个闹钟，就是每一天6点15分就是会响。所以我每一天6点15分就会知道我上了一支影片了，我要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，我要去看一下影片怎么样。然后呢，我也同时设了一个专属的 Google Calendar， 全部都是在列出来这个我日更的每一天的影片是什么。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固定，就是在6点15分我看完影片之后，我就会回去看我那个 calendar， 去看说好我接下来的影片是不是都 on track， 是不是都有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要怎么样补。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机制，让我每一天都固定的在同一时间做一件事情。最后第三个步骤呢，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它叫做自我认知改变。我之前有读到一本书，我为什么会用抽烟的这个例子，是因为我之前读到这本书里面，它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，我直接按照书里面的话讲给大家听。有2个人尝试要戒烟，第一个人呢被问说要不要抽烟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不了，谢谢，我现在正在戒烟。但是第2个人呢，他被问要不要抽烟的时候，他说不了，我不抽烟，我不是一个会抽烟的人。就是这2个回答，他其实他的差异没有到很大，但是他的背后意涵是一整个自我认知的改变。就是第一个人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会抽烟的人，他是一个 smoker， 不过呢他现在正在 I'm trying to quit。 第2个人是 I'm not a smoker， 我的认知，我的自我认知，我已经不是一个会抽烟的人了。所以这2个根本上来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你想要你的意念跟你的行为是这个言行一致的时候，你自我的认知非常的重要。好，一样我就是举回来我的例子。所以我那时候在开始阿滴日常的时候，我不是思考说我要每一天都发影片，不是，我的思维认知是我现在是一个日更型的 YouTuber。 所以他这样子的自我认知会 drive 我的行为模式，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日更型的 YouTuber， 所以我绝对每一天都要发布影片。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天是没有发布影片的。那这个当然有一大部分是自律能力，不过也因为这个认知上面的转换，让我更容易可以去执行。所以这3个步骤，从一件简单的事情开始，设立提醒让你养成习惯，跟完全改变你的自我认知，就是可以增强你自律能力很好的方式。那这一切的终点是什么？就是你会养成一个新的习惯。当一件事情养成了一个习惯之后，你就会更轻松的去执行。它甚至会变成是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，才是很奇怪的，才是会很不舒服的。那当你这样子尘埃都落定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往下到下一个你想要养成的习惯，重复的这3个步骤。好的，那今天关于自律能力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可以有无限的意志力、无限的自律能力的话，你最想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养成什么习惯？那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并且把它打在留言区，把它当作是一个 statement， 一个 commitment， 打下来之后呢，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拜拜。